人世间有百媚千红，你最钟爱哪一种呢？欢迎来到女神档案馆。在观众越来越习惯于韩剧千篇一律的套路，韩剧市场慢慢被稀释的现状下，一部顶楼的上映可谓带着韩流强势回归。不加遮掩的狗血剧情让人十分上头，全员恶人的设定更是令人欲罢不能。这部剧带火了时刻保持优雅的千老师金素妍，一举被国内网友加冕为2021韩剧女神。而提到韩剧女神这个头衔，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风云人物，19岁凭借一部戏家喻户晓，风头正盛时因为逃税遭到全民抵制，低谷时期拒绝代言日货，扭转口碑，一招再度翻红。2017年步入婚姻殿堂，却因此成为全韩女性公敌。出道20年，她的阅历丰富到圈内无人能及，她就是国人心目中的初代韩剧女神宋慧乔。Part 1， 出道即巅峰，却高开低走。千禧年，宋慧乔与宋承宪合作的一部《蓝色生死恋》，可能是无数国人接触到的第一部韩剧，集结韩剧3大催泪元素：车祸、绝症、治不好。在那个年代的观众心目中，这样的剧情足够凄美婉转，身世曲折、结局悲凉的恩熙也是赚足了观众的眼泪。本就清纯可人的宋慧乔，在角色滤镜的加持下，愈发惹人怜爱，国民度迅速攀升，乃至家喻户晓，也成为了无数海外韩剧粉丝心中的白月光。2004年，宋慧乔一改往昔安静乖巧的荧幕形象，搭档郑智薰、Ryan 出演爱情轻喜剧《浪漫满屋》，饰演活泼可爱的韩智恩一角。俏皮可爱的双马尾形象一度成为那一年的流行风向标。大明星与小作家欢喜冤家的故事，在当时言情剧的空白市场可以说非常新颖，创下了12%的传奇收视率。宋慧乔和郑智薰更是凭借这部剧包揽无数影视奖项，也进一步打开了宋慧乔在海外的知名度。但自此以后，宋慧乔的发展却并没有继续高歌猛进，直到2016年太阳的后裔上映前，自始至终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，这与她一直以来相对狭隘的戏路有着莫大的关系。宋慧乔出道以来的作品多数是面向年轻受众的偶像剧，而这类剧集很难凸显演员的演技优势。更重要的是，宋慧乔的年纪也已经不适合再出演这类剧集。尽管太阳的后裔还是让宋慧乔重回热度的巅峰，但对于口碑提升的帮助仍是杯水车薪。因此，太阳的后裔热潮一过，宋慧乔的事业再次陷入了低谷。也许正是因为过高的起点，让宋慧乔活在了大众过高的期待中。作为演员，能有1、2部让人记得住的经典作品已经十分难能可贵。而宋慧乔近年来的状态气色一直保养得宜，很难说不会再遇上一部好的剧本，让她的事业再次走上新的台阶。啊，他又闹绯闻，都不会嫌烦啊？这次跟谁？李智慧？哎呦，怎么跟这种女人约会？Part 2， 少女感从不局限于年龄。在网站上搜索宋慧乔3个字，出现的大多数是关于乔妹的衣着、发型、身材。毕竟宋慧乔3个字本身就是一种流行风格。在《太阳的后裔》中，宋慧乔清新简约的穿衣风格一度被列为教科书级别的穿搭模板，一双小白鞋成了当年最热销的大爆款。可见乔妹的带货能力不逊于当今任何一个时尚主播。看似随性，实则异常精致的妆发，更是无数少女争相学习的重点对象。这一切都是因为宋慧乔与生俱来的少女感。不同于同样以少女感著称的流量女神杨幂，宋慧乔的五官圆润，没有棱角，美的人畜无害，毫无攻击性，是典型的我见犹怜小白花长相。少女感的人设上，无数女性前赴后继，可不少人都因此翻车。与其年龄相仿的国际章之前以高级脸得好莱坞青眼，可在上阳赋中因为与角色年龄过于违和，过度消费少女感的章子怡也不免翻车，引来观众群嘲。合适的角色可以为演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，但刻意的立人设就容易显得用力过猛。少女感其实更在于一种气质，是那种饱经风霜之后仍旧可以有勇气面对世界的纯粹。正如宋慧乔的人生起起落落，辉煌的滋味她尝过，低谷时期的落魄她也懂得。就在这样的状态下，仍旧可以以赤子之心热爱这个世界，每次出席活动都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，这才是真正的少女感，从不拘泥于形式，从不被年龄限制。 신비주의로 가는 거 아니냐고 많은 말씀하시더라고요. 보이지만 않을 뿐인데 신비주의 때문에 얼굴을 이제 안 비친다라고 그러니까 억울하셨나요? 아니 신비주의를 하려고 그랬던 게 아니라
Part 3 神仙爱情究竟分道扬镳？ 네, 112죠? 여기 해성병원 응급. 宋慧乔在韩国有着男神收割机的称号，出道多年，与她合作过的男神数不胜数，宋承宪、玄彬、郑智薰、宋仲基、朴宝剑都曾与她搭档。而过于感性似乎是宋慧乔最大的弱点，她交往过的历任男友都是因戏结缘，频频被曝因戏生情，也让她一度被诟病太过花心。而在《太阳的后裔》爆红后，不知是入戏太深，还是被宋仲基的魅力俘获，宋慧乔选择与宋仲基步入婚姻的殿堂。郎才女貌的天作之合，更是柳时镇和姜暮烟爱情在剧外的升华，剧粉心中这样的结局自然是皆大欢喜。但身为国民老公的宋仲基拥有一波数量庞大的女友粉，两人结合之初，宋慧乔也是承受了不少来自男方粉丝的抨击和不满。尽管如此，双宋的婚礼引来亚洲全巨星的阵容观礼，两人在婚礼现场甜蜜撒糖，可谓娱乐圈的一段佳话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2年，就走上了分道扬镳的结局。离婚后的宋仲基更是做出诸多引人深思的举动，使得宋慧乔再次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而两人离婚的真正原因至今众说纷纭。这场离婚风波告一段落后，宋慧乔以一种与往期截然不同的形象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，与她恬淡气质格格不入的冷峻造型，让网友戏称现在的宋慧乔是钮祜禄慧乔。而不可否认的是，这段失败的婚姻还是对宋慧乔的心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改变。尽管在婚姻中碰壁受挫其实并不少见，但相信见惯了人生风浪的宋慧乔绝不会轻易丧失对爱情的希望。Part 4年过不惑的乔妹。 좋은 배우분들 만나서 인성 씨, 김범 씨, 정은지양 다 이렇게 함께 연기하게 돼서 더욱더 영광이고 즐겁게 촬영하고 있습니다. 많이 기대해 주세요. 如今的乔妹已经步入不惑之年，进入了对所有女演员来说都相对尴尬的一个年龄阶段。这样的年龄如果继续接演偶像剧，总归有些不合时宜。可其他剧本里诸如母亲等缺乏个人魅力的长辈角色，又让很多女演员进退两难。一边是继续接演偶像剧，然后等待被时代淘汰的既定命运；一边是转变戏路，寻求转型突破的经济之路。无论是选择哪一条，都是对演员心理抗压力的巨大考验。观众审美逐渐年轻化，让中年女演员的市场变得太过有限。如今的观众已经对霸道总裁、傻白甜女主的人设产生了免疫，反而更青睐于能力强势、自身经验又充满教育意义的主人公。而这类角色对年龄的限制会被无限降低，甚至由更加成熟、饱经磨砺的中年女演员来演绎这类角色，观众们往往更容易动容。近2年资本也发现了这个规律，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年女演员得到了重回荧幕的机会。而纵观宋慧乔过往的每一部作品，不难发现她的作品类型十分单一，无论什么题材，抛去外衣呈现出的都是爱情片的内核。反观同期的演员，不论是作品还是奖项，宋慧乔明显处于劣势。之前大热韩剧《爱的迫降》里的女主角孙艺珍，如沐春风的邻家气质与宋慧乔如出一辙，可孙艺珍却是韩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大满贯影后，实力与成就可见一斑。82年生的金敏喜也是因为恋情饱受争议诟病，但仍旧凭借自己又纯又欲的先天条件，在电影圈里混得风生水起。尽管距离影视圈的最高荣耀只差一步之遥，但她靠着影片独自在夜晚的海边成功拿下柏林影后，走向国际影坛。更别说自出道以来就经常拿来与宋慧乔类比的百变女神全智贤。近年来，她在演艺之路做出了不少大胆的尝试，或多或少依旧改变了自己的戏路，将角色逐渐深度化，得到了专业的认可和收视成绩的肯定。但其实与他们相比，宋慧乔无论是气质还是颜值都不落下风。尽管出演的角色类型单一，但在演技的把控方面，还是能够看得出宋慧乔身为专业演员的业务能力。而且年少成名的宋慧乔所拥有的国民度，是目前活跃在演艺圈的后起之秀们短时间内所无法超越的。所以如果乔妹肯突破自己，开拓戏路，重回事业巅峰的可能性非常大。毕竟作为观众，还是很期待昔日的童年女神重回荧幕，带着优秀的口碑之作凯旋。你的童年韩剧女神又是谁呢？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理性分享。
分享，我们来选择，由你来判断。感谢收看本期女神档案馆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